欢迎来到转型起步智慧工厂白话讲堂。那今天我们介绍的题目是有关于全自动产线案例的分享。一如既往，我们会有2页哈，一个是白话讲堂的课程介绍，另外一个是主讲人的背景介绍。那这2页我们都不多做说明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置顶的这篇介绍。那今天我们看到的是第2类第1章的第6小节哈。全自动化产线案例分享，建议前面可以看2个课程，一个是30的工业 4.0 精神愿景与蓝图，以及50的6大案例看工业 4.0 的迷失。那课号都是方便让大家能够在 YouTube 上面可以直接查询我们的课号。OK， 今天来到这次的主题哈，全自动产线案例的分享，这大概是我们这个多元化探讨智慧工厂的最后一个小节。在这个客户里面哈，它是一个半导体的后段的封装厂，那这是一个 Smart Auto Packing 的这样的一个案例。那首先有几个名词可能大家要了解一下，如果你不是半导体产业的user 的话，那首先 real， 所谓 real 就是所谓的 IC 的一个卷盘。那这个卷盘有点像电影的胶片哦，电影的卷盘哦，但是你可以看到像这边都是放 IC 的地方，啊一卷一卷的。那这个 IC 的卷盘要出货，上面需要附有干燥剂，然后呢，在这个所谓的静电带里面去做抽真空，哦，防尘静电带里面抽真空，然后呢要放在纸盒、披萨盒里面。那这个披萨盒它需要有6种的规格。然后呢，这个 real 的 ID 呢，与这个静电带上的 ID 呢，还有披萨盒上的 ID， 哦 ，real 上面从半导体厂出来会有 ID， 把它封到这个防尘静电带里面，因为看不到这个上面 ID， 所以上面也要贴 ID。然后呢，纸盒本身因为这个静电带放到纸盒里面之后，又看不到 ID 了，所以上面有 ID， 哦，所以这几个 ID 的串联是不能搞混。OK。我们都知道 user 的需求都比较简单哈，所以从这样的需求衍生到后来的一个实施的状况哈，就大概像这样子。哦，首先呢，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自动化的产线，这是个在2018年东南亚的一个项目哈，所以那个架构来看现在未必会适用，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介绍的范例。那首先它会有系统，它有 Ignition 的 SCADA， 好，这是个 SCADA 的平台，以后我们会找时间介绍这个 SCADA 平台。那当然，为了控制里面会有 PLC， 它使用的是 Allen Berry 的 PLC， 然后另外它有 TCP 的 Socket Program 去做几个不同设备的通讯，哦，自动化的部分。另外呢，它有 Robot， 所以还有 Robot 的 Programming 的机械人的程式。然后最后还有 ASRS， 就是所谓的仓储系统跟传输系统的对接。那这边有些机台是还有半导体的 SAS 卷的通讯界面。那效益的部分，在整个商业应用的部分，就包括第一个自动化披萨盒的包装流程。这披萨盒呢，从一张纸折成为像这样的披萨盒，全部都要自动化。然后有个简化的包装流程，然后要实现的更高的生产力，能够符合不同的系统的需求。而且呢，它的订单跟生产要跟 ERP 要跟 MES 去做追踪。好，那在整个 project 的部分，它这个披萨盒我们刚刚提到哈，它有6种不同尺寸的披萨盒。好，然后自动的 labeling 的贴标签和这些的堆叠的动作，和这些的 weighting 啊，这些的重量的测试，还有一些基本的检测，那也包括了自动贴标签，stack 堆叠、称重跟侦测。然后呢，它的 MES 采用的 Camstar 的 MES， 然后呢，它会根据 ERP 的订单自动的去做不同的 real 跟这些的包装跟封装的动作。哦，那一个披萨盒里面其实不一定只有一个 real， 哦，这当然会根据它的订单的需求。那整个 solution 里面包括 conveyor 这个传输的轨道，包括 CAS 的一个视觉系统，它这边有牵涉到一些 IC ID 的辨识，然后呢也包括了 ABB 的机器人 robot， 啊，包括了参数系统 Camstar MES 跟Assist4， 它是一个 supply chain 的一个系统。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 Smart Auto Packing Layout 的一个现场。那我们这个现场可以看到，像我们刚刚前面这边有去秀哈，
这张图一样哦，只是说这个地方我们去解释它的细节。那这边可以看得到，在这里，包括从一开始 real 进来的 load station， 它把它送到后面来去做所谓的转过来去做所谓的 ID 的判定。那这边很重要的地方哈，它这是一个所谓的退出口。如果在这个地方判断 real 的 ID 是没办法判读的情况之下，这个 real 会从这边被 reject 出去。那如果 ID 可以被正常的读取的话，它就往下送到下个地方过来。那这个地方呢，它一个是在 HIC 哈，是在所谓的在做所谓的这个干燥剂的这个处理哦，它会根据不同的订单去处理这干燥剂的封包。然后呢，这个 real 进来之后，它去判断这个 real 上面 ID 是哪个 ID 完之后去做这件事情。同时呢，它会去准备它的 NBB 就是防尘静电带。然后它一方面要去读 real 的 ID，一方面呢会去生成一个新的 NBB 的 ID，把它贴到这 NBB 上面。哦，那完了之后再把这个静电带 NBB 往下送，滤吹盘往下送，然后送到这边之后，他会去做个滤的音色的动作，也就是说，他要去把这个静电带口打开，把刚刚的这个干燥剂跟这个所谓的滤的吹盘、滤的这个盘放到这个静电带里面，好，叫滤音色的动作。音色完之后呢，再把它送到下个地方，叫做 sealer。sealer 是一个抽真空的动作，那 sealer 抽真空时间比较长，那这两个是现成的机器哈，所以它只是被整合在一起。啊，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它就会去做 sealer 的动作，去做抽真空的动作。抽真空完了之后呢，再到这个地方。哦，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它一方面去准备卡痛。哦，卡痛这边我们刚刚说过，它有6个卡痛，哦，不同规格的卡痛的纸盒。然后呢，在这边会去做一个纸盒的取跟成型的动作。然后一方面呢，它会去做这 NBB 的 folding。哦，也就是说，它把这 NBB 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折叠，因为它是方形的，会把它折成圆形的。哦，然后完了之后呢，再去把这个 bus， 把这个 NBB 放到这个 bus 里面去，然后在后面就去做这个 bus 的这个折叠的动作，然后后面的话才去做这些相关的贴标签啊、堆叠的动作，把它放到 ASRS 里面，ASRS 里面。那这边可以看到哈，在整个的产线上面，因为它算是长连线，哦，那在这个地方它就会牵涉到说它有这些的 lot 的 information 在每个不同的站点。它的数量、它目前处理的状态以及它的时间，可以看到这2018年，哦，这边遮起来是基于对客户的尊重哈，所以不能把客户的资讯外泄，哦，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有关于这样的部分呢，我们就可以来看看有关于这整个生产过程里面的资料哈。所以在这边可以看到这整个场域，啊，这整个场域其实就这么大，并不是很大。那在这里可以看到，就是说它这个滤耳从前面送进来到这里，那当然这边预备有其他的一个 buffer 区，然后它送过来完之后，因为当初在做实验吼，所以速度会比较慢一点，我们就加快一点流程。它会让它吸下来，把这个滤耳的盘上面有 ID 后送过来到里面去。那当然这个盘里面可以放好几个滤耳，然后放完了之后呢，它会去做旋转，旋转主要目的是为了读取它的 ID，然后来判读它的 ID。那它的 ID 如果是正确的话，它才往下送。啊，往下送的情况之下呢，如果它判断这个 ID 是标签贴上面是有问题的话，它会从这边退出来。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往下走。那这里很重要哈，我们常常讲长连线，不要因为有任何的处理过程中有异常的状况，就导致于说需要宕机，需要人为的介入。那在这方面，他就去做一个这样所谓退出的动作。OK。那后面来到这里的情况之下呢，这个 real 进来，第一个它还是会再读取一次 ID， 哦，透过 CCD 读取 ID， 读取 ID 来说确保它是正确的。完了之后，它会去印这个 ID， 完之后把这个 ID 的一个标签送到了这所谓的 NBB 的静电带上面。所以当静电带上面有 ID 的 real 也没问题的情况下，两边往后送。好，那往后送，一来是他会去准备一个所谓的干燥剂，哈，这边没有做，因为在做测试。然后一方面呢，他会把这 NBB 打开，把这滤耳的板子往里面塞，这叫滤耳音色的动作。那滤耳音色的完之后呢，这个滤耳它这边刚刚有个开关可以打开完之后往下走，那往下走牵涉到下一批货还没走的话，它不能往下动，所以这牵涉到几个设备的 hardware 的 handshaking。然后进来之后，它一样会读取这个滤耳这个 NBB 上面的 ID。那这个抽真空机本身就是一个既有的机台，哦，只是说在这边它被系统整合在一起。那整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它把 NBB 送进来，透过吸盘把带口打开，
完了之后呢，把那个抽真空的枪放进来之后，开始做抽真空的动作。OK， 那抽完真空完之后就开始往下走，走完之后他再判断一次 ID 的正确性。然后这个 ID 正确性的情况之下，他开始要去准备所谓的卡痛。那这卡痛呢，这个部分是属于这个卡痛搬运的一个 robot， 他把这个卡痛搬运过来，那根据刚刚扫的那个 real 的 ID， 会去列印 ID 完之后贴在这卡痛上面，那贴在卡痛上面完之后，这边再做一个所谓的成型的动作，这就是我们的所谓披萨盒，透过它去把它压住完了之后，把这个披萨成型，成型完了之后呢，后面再去做所谓的这个滤耳盘。那滤耳盘我们刚刚抽了真空嘛，然后抽完真空完之后的滤耳盘，这是刚刚的所谓的机器手背去抓这个卡痛的一个动作。OK， 这是补刚前面这一段的一个状态哈。然后呢，刚刚可以看到它是个方形，那这个方形完之后，它把它从方形变成一个，因为方形没办法放到纸盒里面，所以它透过这样的一个挤压的动作来把它从方形折叠变为圆形。完了之后会把这个滤耳含静电 NBB 的滤耳放到我们的纸盒里面，放到我们的纸箱里面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完成之后呢，接下来是所谓的 bus 的 folding。bus 的 folding 里面，它就会可以看到这边这个是盒子的动作，这个是刚刚前面把这个滤耳放进去完之后，它在这边等待下一个动作进来，然后等待完之后，它会去做折叠，折耳朵的部分，完了之后还要去贴标签，这标签还贴到上面的标签跟所谓的交界地方的一个折叠的标签，那这也牵涉到就是如何让标签跟前面的 rear 跟前面的 NBB 静电带要 ID 相同的动作，完了之后才把它送到后面的所谓的 ASRS 的库房里面去，仓储系统里面去。OK， 这就是当初在做的一个整个的生产自动化的一个流程。那结束完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说，在我的整个产线上里面会有一个 low lot checklist，知道说这些 lot ID 它目前在哪个位置，然后在哪个 ASRS 的箱子里面，然后呢，这是刚刚的卡痛的6个卡痛，然后这个卡痛的这个目前的存取的状况跟数量，那这是 ASRS， 所以我要查 lot ID 的时候，我只要去把 lot ID 打出来之后，我就可以知道这个 lot 目前在哪一个仓储盒里面，该做怎么样的后续的处理。OK， 这是一个我们之前在介绍6大案例看工业4.0迷思里面有提到的长连线跟所谓的关灯工厂的这样一个自动化的一个缺陷，抱歉，有关于这个6大案例，有关于这个长连线跟关灯工厂里面自动化的一个案例，不是不行，而是你可以去想象一件事情，如果今天在你的工厂里面需要去做这样一个工业4.0的整体的自动化，你是要选择全面的无人工厂的自动化，还是说人机协同的自动化，还是说由人力来去做业，但是呢，透过系统来去做资讯收集？这东西就是我前面一直在跟各位去讨论的。整个生产自动化、工业4.0不仅是自动化，它更重要的方式、更重要的一个是全方位的数位的转型，来去损益的减少跟竞争力起飞。刚刚在做的这些动作，不外乎都是在资讯流整合上面。至于说资讯流整合之后，生产流程整合确认之后，你是要全自动化去执行，或者是半自动化的去执行，人机协同去执行，还是由人为来做，但是要把所有相关的资讯做记录。这东西取决于每个企业需要根据自己的产业特性，找到适合自己的智慧化跟数位转型的方针。你可以想想看，如果你的毛利率不高的情况之下，以刚刚的产线，刚刚是一个示范产线合不合理，或者是合不合成本估算，这个每个企业主心中有一把尺。但是我们今天在强调就是说，当你要做这样的投资的时候，你的需求、你的目的、你的产业特性允许你做到什么程度？这个是一直我们在强调整个工业4.0
如何去提升竞争力的过程里面，如何去取决你该做什么样的投资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精神跟观念刚好利用这一个当初所做的一个蛮示范性的一个案例，跟各位做这样的分享。好，谢谢各位。那有关于今天的课程到此为止那一如既往，影片的制作、规划、设计都很不容易那欢迎各位的评论、点赞、订阅跟分享。尤其我们现在在 YouTube 上面的订阅率并不高，希望各位能够多多帮忙。在各位的帮忙下，我们希望在未来还会持续的去在每周一跟每周四晚上提出相关课程的更新。好，谢谢各位。